价值400多万的迈凯伦 720S 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马特花了不到6万英镑买了下来。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，车子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左侧的车门是完全报废了，车身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就连轮毂上都有着裂痕。而让马特最担心的就是车子的后端，发动机竟然有着漏油的情况，这让马特不由得担心了起来。如果发动机也出现了问题，那么这个项目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。当马特把镜头转到右侧车身时，他的内心一下就凉了半截，传动轴竟然都被撕裂了，上面还有螺丝被折断的痕迹，而从掉下来的车轮上就不难看出车子的撞击是多么的严重，这让马特更加的担心引擎的状况，于是就将右侧1/4面板拆了下来，想进一步观察一下受损的情况。不过在马特的检查中发现，框架上除了一个小凹痕外，其余的部分看起来还不错，这就侧面证明了引擎受损的情况大大减少。接着他们就来到了车子车门处，将胶布粘连的车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糟糕的情况，门框上除了被撞的凹痕外，竟然很多地方都是裂的。要知道迈凯伦 720S 的车壳都是碳纤维一体化制成的，碳纤维使其变得非常的轻，可在发生事故时也会有相对麻烦的问题，要是车壳损坏了是不太可能被修复的。虽然车主保证车子是可以运行的，但马特的内心还是十分的纠结。其实马特要购买车子的起因是他的粉丝给他发了一个邮件，说有一辆价格非常低的迈凯伦要出售，卖的价格比二手车的一半还要少，这一下就吸引到了马特，于是他就从英国坐飞机来到了美丽的阿姆斯特丹。虽然一个单趟只要2个多小时的航程，但这样一辆损伤严重的车子还是让马特有点想打退堂鼓。于是在他坐飞机回去时，就发了一些照片给迈凯伦维修的专家，看看是否能修复碳纤维损坏的问题。不过对方的回复是要看到现车才能评估是否能修复，所以马特一咬牙一跺脚就将车子买了下来。他还是不想放弃这么一辆便宜的车子，招呼老爸开着拖车就从阿姆斯特丹把车子拉了回来。不过这时他们发现车子的事故这么严重，车内的安全气囊竟然一个都没有弹出来，难道车子是带着魂环来的吗？不过马特对此并不在意，他在意的是现在连上车都无法做到，因为车门是需要电池供电才能打开的，所以老爸就拿来了移动电源，准备链接下电源试一试。在尝试无果后，就想到了车子的钥匙。马特记得以前观看过一个视频，说钥匙的内部会有一个手动的钥匙，然后在前风道的下方有一个钥匙孔，在这里就可以打开行李舱。可当马特打开钥匙时，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钥匙，所以马特认为钥匙应该是断了。他尝试着去摸索风道里的钥匙孔，果然断的钥匙竟然还在里面，将其转动后打开了行李舱。此时里面还存留着一些零件，马特将移动电源连接到了电瓶上，这时车门就可以轻松的打开了，甚至里面的仪表盘都可以正常的活动。于是马特的老爸准备将电瓶拆下来充电，可在拆卸的过程中发现行李舱内竟然残留着不可描述的物质，马特认为应该是一只老鼠留下的，可将行李舱拿掉后发现里面除了很湿以外，竟然还有着很多的松子壳。难道这里曾经藏过一只松鼠吗？不管怎么样，马特希望这只荷兰的松鼠不要光顾车子的线路就可以了。接着他们就拿着钳子将刹车的油管堵住，然后准备尝试启动车子。本以为会出现引擎启动后的轰鸣声，可没想到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不过马特对此一点都不担心，如果不能启动，车主是要赔付的，所以马特认为是车子保险丝的问题，因为像这样的车子在出了事故后，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切断里面的保险丝，从而停止供电给启动马达。现在马特要做的就是跳过保险丝的这部分，直接将线路连接在上面。马特再次来到了车子的内部，此时他的内心还是非常的紧张，因为这一下的好坏直接就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成败。他让摄影师和老爸观察下是否有漏油的情况，然后用手挡着脸开始尝试启动。可让马特没有想到的是，车子依然没有什么动静，这让笑脸的他瞬间消失了。难道最坏的情况要发生了吗？在马特不断的尝试后，终于引擎有了动静，只不过启动的一瞬间就熄火。这时马特的老爸发现发动机竟然开始漏油了，看这情况还非常的严重。马特过来观察了一番后，认为这是从发动机上出来的，因为这是干式油底壳，油是在一个容器里的，在马特启动车子时，油会经过压力并从中泵出，所以为什么之前是好的，启动后竟然漏油的原因，在马特的一番高谈阔论后，马特的老爸一语惊喜了梦中人。其实这不是发动机漏出来的油，是变速箱上有冷气出来的，但现在还不能进一步的检查，因为马特预约修复碳纤维的公司打来了电话，让他现在把车子送去检查。这里有迈凯伦批准的维修专家，是真的迈凯伦许可维修碳纤维的公司。现在马特还不知道修复车壳的费用是多少，他的预算是在5000英镑左右，可这都不是马特说的算的，还得技术人员评估损失后才有结果。可当技术员看到车子的情况后，表示他们只是能修复一个区域，像马特车子的状况，修复费用是相当的高。此时的马特一个脑袋两个大，虽然这次用超低的价格买下了车子，其中的利润也相对比较好，可如果车壳不能修复，再加上引擎也需要大修的话，那么这个项目就有可能流产了。
马特在迈凯伦专业公司碰了一身灰后，就把车子重新带回了车厂。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还是有2个：是否能继续修复的最大决定性因素，还是发动机能否启动的问题。马特先将车子用举升机抬了起来，然后将拖车开了出去。这时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变速箱的油冷器上有着一个洞，之前流出的油就是从这漏出的。马特认为是时候拿出他的祖传秘方，使用一些填充剂进行专业的维修。接着马特就爬到了驾驶舱内，准备再一次尝试启动。可让马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而且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了之前启动后熄火的状况。可这时马特的老爸又给了马特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车子的尾部又开始漏油了。原来是马特的祖传秘方没有起作用，油依然从修复处流了出来。此时的马特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证明了发动机是完好的。所以马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解决车子的第2个大问题。他先将车子拖了出去，将其推到了另一个车间。他们现在要将车子上损坏的部分拆下来，让车壳暴露的更多一些，然后评估一下是否能自己尝试修复。不过在马特检查后发现，先不说他们能否修复眼前的问题，就算能修复，马特还得找人购买材料之类的，修复的费用应该也不会低多少。现在他内心中有着一个想法，就是打听一下购买一个新的车壳需要多少码内。马特打了一通电话后，向迈凯伦申请新的车壳，他们给出的价格非常的昂贵。然后马特又在2手网站上寻找，得到的结果竟然也需要35000英镑，这个价格都超出购买车子费用的1半多。此时的马特是真的被愁到了，真的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。可天无绝人之路，马特竟然在汽车垃圾场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车壳，看起来状态非常的不错。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壳只需要5500英镑。马特认为又一次捡到了宝，虽然车子整体上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的，就像眼前的这个孔洞，要比原有的车壳要大一些，甚至这还是一个右舵车。马特需要手动将其改为左舵的车子，接下来的工程量那是相当的大，他需要拆除车上每一个损坏的零件，然后才知道应该订购什么部件。这个过程是马特最不想经历的，因为很多看不到的地方都会不经意的给马特增加预算，尤其是一些改装过的零件，更换一个小部件的价格都是造价不菲的。就像眼前的这个排气管一样，它的价格就要7000多英镑，但为了能让车子的声浪好听，像这样的排气管是不可替代的。现在马特遇到的问题还不止这些，他需要将上面的零件都拆解转移到新的车壳上，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他们不仅要在拆卸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损坏零件，还要把拆卸好的零件标记好，这样会在恢复原位时减少很多麻烦。时间就这么的一点点的过去，工作的进度也初见成效。在马特父子的不断努力下，终于将发动机和车体分离。看着发动机上凌乱的线路和软管，如果没有几10年的修复经验，绝对都不敢这么干。幸亏马特还有老爸这个机械师，他的维修经验完全能支持马特的各种想法。就像现在马特还在想是不是要安装涡轮增压器，好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车子上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拆除呢，尤其是前面的仪表盘，上面有着太多的线路，整个过程都会非常的繁琐，所以修车的师傅大多都是非常有耐心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看到这么多线头会瞬间暴躁起来。而马特就是众多修车师傅中比较沉稳的一个，他不仅会非常有耐心的把每个线路捋顺好，而且还会在工作中找到快乐。因为马特非常热爱这个职业，很多时候都是在享受修复过程，让一辆辆破旧的车子重新能上路，也一直是他内心中的梦想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工作，极少的人才能做着感兴趣的事。现实和理想很多时候都是矛盾的，就像马特也有着很多辆修复好的车子停放在车库里，不是每次修复好都可以马上卖出去的，所以马特能一直坚持着梦想也属实不易。这时马特遇到了一个坏消息，由于车上的线路是从车子内部穿行到后端的，这就意味着马特必须将车架上的线路都拆解下来，然后才能把车壳拿下来，这将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工作。为了释放掉内心中的烦闷，马特决定将车壳抬出去对其清洗一番。对于一个大男孩来说，玩水一直是一项很愉悦的事情，会让一个人的内心很快开心起来。接着马特就找来了更换风挡玻璃的师傅，将损坏的风挡玻璃拿掉。现在马特要把车上的线路拿出来，将其转移到新的车壳上。此时马特有着建造一辆迈凯伦的感觉，他认为迈凯伦的公司也是这么安装线路的，只不过迈凯伦的生产线上有很多人，而此时的工作现场只有马特一个。等马特把线路捋顺好后，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。马特提出要将新的框架安装到车壳上，但现在没有新的油箱，所以马特打起了原车上油箱的主意，准备把油箱里的油放出。这可是满满一整箱的荷兰燃油，马特拿出了所有的容器才装满。接着马特再次来到了车底，将固定油箱的螺丝都拿了下来。这时老爸也跑过来帮忙，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下，终于将油箱成功卸掉，既得到了油箱，又没有破坏后车架的外观。现在马特就可以安装新的车架了，这是他花了2000英镑购买到的，加上购买车子和车壳的费用，总共是67500英镑。此时车子还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迈凯伦 720S， 但是马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之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吧。此时马特已经将车架安装好，接下来就开始连接线路了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迈凯伦的车子还是非常人性化的，在线路的连接处都有着对应的颜色标签，马特只需要根据颜色将其连接上就可以了。这一下就让整个线路的连接简单了很多。
只不过在后车架布线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，因为这个车架和原来的有着些许不同。如果根据眼前的螺栓孔去安装的话，连接器将有可能无法有效的连接，所以马特就先放弃了这步操作，准备先把电池连接启动器和交流电机的线路安装上。马特的计划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使用了一个排除法。马特先去安装一些有把握的部件，然后根据安装正确的线路去推测出线路的安装路径，接着马特就把小油箱安装了上去。这个过程安装的非常顺利，只要再把汽油油箱安装好，就可以安装发动机了。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，他将车子拖到了当地的粉丝见面会上，并邀请来了汽车节目的著名主持人理查德。他曾经是英国非常火爆的 Top Gear 节目的主持人，也拍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。他的签名已经不知道签了多少，可这次让他签名的却是一个报废车，这让理查德都感觉到不可思议。这还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。理查德将签名签到了金属板上，并亲手将其固定到车架上。等这次的粉丝见面会结束后，马特就把车架带回了工作室，然后拖来了拆掉的发动机。不过在安装它之前，马特必须先将油箱安装到车架上，否则等发动机安装上去后，再安装油箱的话，那将是一个大麻烦。所以现在才是安装引擎的好时候。他们把引擎拖到了车子的下面，然后将举升机降了下来。此时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引擎放到车架里是非常的紧凑，完全没有一点犯错的余地。所以马特二人在安装引擎时都非常的小心，生怕一个失误就会给修复费用上添砖加瓦。只不过现在的重量都在后端，举升机在升起时很容易侧翻，所以马特的老爸就用绑带将车子固定好，这样车子在升起时就会保持平衡，人在车底下工作也就万无一失了。接下来他们就将一个个零件安装了上去，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。于是他把剩余的工作交给了老爸，马特却来到了车子的前面，他要将车子右舵改成左舵。马特的计划是这样的，由于车壳上的两个孔位大小都不一样，他要将原本孔洞按照尺寸切割下来，大的孔洞用切割下来的板面去填补，而小的孔洞就用工具来扩宽，并将其固定好就可以了。等马特把刹车安装好后，他们就可以开始布线了。只不过这一堆一堆的线路让我看着都有些头疼，这么多的线头要都记住它该去何处，那得杀死多少脑细胞啊！其实马特也不知道每个线头应该在哪里，他的办法还是以前的老办法，准备将原来车上的车架拆解下来，安装到新的车体上，这样再慢慢的排除就简单很多了。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流程，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由于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，所以他们工作起来也变快了许多，一个个部件都被安装了上去，就连老爸在工作之余都跳起了机械舞。这不得不说马特的老爸还真是个开心果，总会给沉闷的工作带来欢笑。当马特将前端的零件都安装好后，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。这个支架是固定仪表盘的，可是因为右舵改左舵的原因，车架上根本没有螺栓孔。最难的点是要将其安装到正确的位置上，这可一下难住了马特。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努力思考后，他决定先将支架安装到仪表盘上，然后把仪表盘抬到车上相应的位置，用手喷漆喷出上面螺栓孔的方位，再用电钻钻出想要的孔，这样就可以不偏不倚地将支架安装上去了。安装仪表盘时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误差。这时之前购买的有冷气箱到货了，这是马特好不容易淘到的一个二手的，他们准备将就的更换下来，这样就不会在车子启动时到处漏油了。此时马特已经把油门和刹车都安装好了，接着他就把 ECU 都安装了上去。要知道迈凯伦 ECU 是有两个的，它分别是控制左右引擎的。接着他就给车子加满了机油，迫不及待地准备打火尝试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车子没有任何反应，结果发现中控台上是有一个传感器的，它可以识别汽车的钥匙。马特将其连接好后再次尝试，可依然没有动静，这可有点让马特不知所措。他趴在车里检查各种线路，又用万用表检查电池的供电情况，就这样反复检查启动，再检查，再尝试启动，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次都没有启动成功。他认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他打给了好友弗兰迪，询问一下车子的解决办法。弗兰迪的建议是让他用力踩刹车，然后再去尝试启动。可是车子除了发出奇怪的声音外，依然无法启动。两个人忙了1个多小时，仍然没有结果。最后还是马特的老爸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有一根线路之前藏在了框架的下面，马特在链接线时竟然忘记链接这2个插头，将其链接好后再次尝试，就一次启动成功了。这时马特是十分的开心，几天的阴霾都一扫而空。不过这个功劳还是属于马特老爸的，俗话说家有一老如同一宝，马特在很多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都是老爸的点睛一笔解决了问题。现在启动的事情解决了以后，他们来到了车内，将车内的饰板都安装了上去。其实每个车子在出了事故后，车内都会有一定的损伤，像这台车子这么严重的事故，一般报1个2个的安全气囊才对，可眼前的车子却是一个例外，车内基本上都是完好的。其实这台车子的安全气囊传感器是打开的，但车子里面的火焰保险丝却不翼而飞了，再加上安全带是需要更换的，所以马特就没有恢复后面的板面，等更换好后再来恢复。马特此时急需一些零件来补充，明显地上的零件是完全不够的，所以他们就来到了附近的汽车垃圾场，准备在这里淘一些可用的零件。他们在这里忙活了一整天，终于将所需的部件带回了车厂，现在就可以继续维修车子了。起初购买车子的马特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把从垃圾场带回来的零件依次安装到车上。此时随着时间的流失，
车子的悬挂系统也都基本成型，可不该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了问题。马特在安装的过程中发现，之前购买的悬挂竟然有些弯曲了，这可是他花了1700英镑购买的二手零件，当时很多零件都摆放在一起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马特还画了一张图，尝试解释了一下，充分的解说了一下车子悬挂系统的原理，然后给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案。说的小编是一个头两个大，给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悬挂是马特1700英镑购买的，如果再去购买一个新的悬挂就要3800英镑左右，这样的结果马特是完全不允许的，所以他只是证明了悬挂的弯曲是无伤大雅后，就把所有的管线连接了上去。接着马特又拿来了一个刹车盘，这一个就要2000英镑，像这样的刹车盘马特一次就需要2个，所以一整套的悬挂系统还是昂贵的。可现在马特又遇到了棘手的事，迈凯伦它有一个后制动卡钳，然后还有一个单独的后制动器，手刹卡钳和电子控制连接的一个东西坏了，所以马特就在网上找了一个200英镑的替代品。有了新的零件，马特的修复工作再次进行了起来，他把车子的一个个零件都安装了上去。这时马特又拿来了一个尾翼，这个售价非常的昂贵，要2000英镑。它与其他的尾翼有些不同，它的安装是在底盘上的。马特首先要用螺丝将其固定在框架上，然后还会有2条液压管连接到一个 T 型盒子，接着再安装2次空气泵。所以说这么一个尾翼会有很多的部件去支撑，造价也相对贵了一些。当马特准备给车子加入冷却液时，发现冷却系统竟然还存在着泄漏的地方。这时摄影师打赌他指定是忘了连接某个软管，可马特还在死鸭子嘴硬说没有，现实却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。等马特将软管连接好后，本以为这次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，可马特的老爸又给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左侧散热器有可能出现泄漏的地方，这让马特的内心有些无奈。本来好好的散热器也能出现这样的问题，这都是他从垃圾车厂淘回来的二手零件，看来马特从垃圾场购零件的经验还是差了一些，所以这次马特决定让老爸去购买所需的零件，自己也没有闲着，他用这个时间给变速箱内填充了机油。等老爸把新的二手散热器拿回来后，他就将其安装了上去，再次测试时就没有了泄漏的地方。接着马特把冷却液灌了进去，这时就需要启动车子，让冷却液流动一下后继续将冷却液填满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排气管里竟然冒出了滚滚浓烟，感觉就像着火了一样，大家都站在周围傻笑了起来。难道这次真的被坑到了吗？他趴在引擎上静静的思考。开始马特认为是泄漏的冷却液导致的，可当他把上面的软管拆下来后，发现里面是干的，所以问题不应该是这里。现在马特的内心是非常糟糕的，如果去购买一个二手的发动机的话，价格那不是一般的贵，所以马特就再次来到了迈凯伦的商店，准备向他们寻求帮助。在技术员的一番天马行空的指导后，马特就又花了5000多英镑回来了。结果技术员的方法还真好用，再次启动时竟然没有冒烟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马特之前加的机油加满了，像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的视频，完全都和马特车子一样，都是因为机油加的太满才会冒出那么多烟，只要把多余的油烧掉就会恢复正常的。那马特花的5000多英镑是花哪了呢？就是眼前的这个悬挂。在技术员的几番说服下，给其讲解了不更换的弊端，让马特不得不大出血将其买了下来。这次他不仅是购买了新的悬架，还将之前的手刹也都换成了新的，这些都是保证车子安全的主要零件，一点马虎就可能让车子再次发生事故，所以这方面的投入还是十分必要的。接着马特就来到了车子的内部，快速的将内部的饰板都恢复回去。此时就到了最后的组装阶段，马特为其购买了一整套的零件，这样的颜色看起来真的不是十分好看，安装在车上总有点说不出的感觉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装马靠鞍。随着马特将一个个部件组装到车上，此时的车子也已经有了它该有的样子。不过这还没有完，马特还花高价订购了一整套的 CT 碳纤维车身套件，将其安装到小清新的车身上，会呈现出一个别样的感觉。此时他们的组装速度都加快了起来，这次马特的修复可算是加足了本钱，把该换的不该换的基本都换了，尤其是眼前的这个扩散器，安装上去后一下子就霸气了起来，瞬间让车子拥有了攻击性。等马特将前唇也安装到车上后，这台出了事故的迈凯伦 720S 就修复完成了。他用拖车将其带到了朋友的店里，准备在这里换上一台全新的轮胎。这套轮胎的设计我相信是满分的，非常符合车子的调性。由于车子现在还没有注册，无法